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今天呢，我来讲一个在美国办公室文化呢常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哦，above someone's pay grade。那自己呢常常会说 This is above my pay grade，然后呢说别人会说 This is above his pay grade or her pay grade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只是从字面翻的话，这件事呢已经超出了我的薪水的阶段了。但是呢，在实际上，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上哦，大家会用这个事情来调侃或是讽刺对方。这个句子呢，大家说应该是在1940、50年代开始，一开始大多是美国军方在使用就是在上级跟下级讲话的时候，想要跟下级说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或是你想知道的细节，是属于超过你可以了解的细节，或是你不应该知道的，也就是 no need to know I want the truth! You can't handle the truth! 一直到后来呢，一些公司行号也开始在使用，但是它就是多了一些变化。那 above your pay grade 就变成是说呢，这件事情是你管不了的，或是呢这件事情是不在你的职权范围里面了。这句话真正的开始被广泛的使用呢，必须提到了奥巴马总统他在2008年竞选前呢，参加了 CNN 的访问，其中他有用到这个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At what point does a baby get human rights, in your view? Well, I think that whether you're looking at it from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or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,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with specificity, is above my pay grade. 这个影片呢是在问奥巴马的访谈节目，其中提到人权的问题。这个人权的问题是牵扯到堕胎，主持人就在问奥巴马说：“你觉得呢？人权是什么？什么时候呢？一个人应该有人权？还未出生的婴儿是否有人权？为什么会这样问呢？因为呢，要是未出生的婴儿就应该有人权的话呢，那堕胎呢就是等于是杀人，所以堕胎就应该是非法的。这个议题呢，不断的一直在反复的讨论着，一直到今天呢，这个还是没有确切的结果。那奥巴马呢的回答也挺有趣的，他讲到那个就说，其实是 above my pay grade 就是说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和我的职权范围可以回答了。他用了这招呢来打了马虎眼。那当时反对他的人就觉得说，你都是要竞选总统的人了，那如果你总统都还说这个是不是你的等级可以讲的话，那到底是谁？那其实他讲的就是神了，就是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太复杂了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这样子的。同样情况呢，偶尔你会在办公室或是开会的时候听到。那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，两个人在讨论一些细节，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该负责的，这个东西是不是谁该做的。偶尔的时候冒出一句话就是说，This is about our pay grade， 就是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应该讨论的事情了，这个是上级才应该决定的，我们在这边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那还有的时候呢，是会在讲其他人那这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个办公室，然后呢，我们希望办事人员帮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的要求呢，其实他的职权就做不到，然后我们就说这是 above his pay grade，这就是超越他的职权你不用再强求他，你也不要再为难他了。那另外一个讲法呢，说这是 above his pay grade 呢，又变成说这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外的，就是他能力不足他这个能力不够，所以你也不要去强求他了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能力不足不然呢，他的薪水就不会这么低，或是不会这个等级的，就应该是下一个等级了。这句话有没有很有趣希望下次大家在一些比较尴尬的场合，或是想要讽刺的场合呢，也可以试试看用这句话拜拜。